男人因空难在海里漂了3天3夜，就在他几近绝望之际，终于看到了陆地。他赶紧带着皮艇来到沙滩上，随即他光着脚小心翼翼地朝树林里走去，看看有没有人类的踪迹。Hello! Help! Anybody! Help! 可他呼喊了半天，竟无人应答，唯一回应他的只有无情的海浪声。于是男人在沙滩上用脚划出了求救信号，期待天上经过的航班能够看到。接着男人用皮划艇在沙滩上做了一个简易庇护所，疲惫不堪的他计划明日再
奈他来到小岛上唯一的山洞口，用手电筒查看四周的情况，确认安全后，他这才艰难地爬到了山洞里面。幸运的是，这里有一处山泉水，口渴难耐的他把头伸了过去，贪婪地喝着干净的脏水，可他喝着喝着就直接昏睡了过去，甚至手电筒也忘记关掉了。第二天等汤姆醒来时，显然手电筒已没电了，而且他的伤口手掌就被木头划伤了，受伤没好，新伤又来。这次他的意志力彻底消磨殆尽，被困荒岛这些天来，每日都是深入骨髓的孤独感。他无比就能把他吹倒。没人知道这4年时光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独居早已腐蚀他眼里的希望。汤姆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，好在他的捕鱼技巧也有不少提升。曾经他有想过逃离荒岛，可无情的海浪又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每当他孤独到活不下去时，就到悬崖边上准备上吊自杀，但是他又没有勇气结束生命，毕竟自己曾经对未婚妻许诺说要娶她的。直到这天，他在海里捕捞食物时，突然发现了一块绿色铁板。面对新鲜事物，汤姆开心不已。他把铁皮放在沙滩上竖起来，与威尔森坐在一起欣赏着，却不料他看着看着，就对这块铁皮产生了别样的想法。材质轻盈，即使弯折起来也不易被损坏，正是做船帆的最佳选择。自己离开荒岛有希望了。说干就干，为了尽快逃离，汤姆把溜冰鞋捆在木头上做成斧子，并且他在大树下燃起火堆，这样不仅可以加快砍伐速度，还可以迅速烘干木头里的水分。准备好做木筏的材料后，接下来就要做绳子了。他砍下一棵棵小树，撕下树皮，不吃不喝，日以继夜地制作绳子。因为汤姆明白此时天时地利人和，正是离开的绝佳时期，一旦错过就要等到明年了。他砍完了岛上所有的小树，甚至把录像带也用上，但制作木筏的绳子还远远不够。
突然他想起自己曾经在自杀时，悬崖上还有一节绳子，这些绳子刚好够制作木筏。回到山洞，汤姆的内心极其复杂，他深知海上危险性极大，这一去显然生死未卜，但他总不能和一个排球在荒岛上度过余生吧。这时他却感觉威尔森在嘲笑自己曾经的懦弱，于是他气愤地把威尔森扔出了山洞。可在下一秒，他又跑出去寻找威尔森。在这4年里，威尔森早已是他的朋友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他重新为威尔森修补了五官。没过多久，汤姆就成功做好了木筏。他带上那个翅膀快递，带上未婚妻以及威尔森，挑选了一个大风的日子，利用横向下滑的方法，直接将船倾斜放进了海里，开启了冒险之旅。汤姆划着木筏，艰难地穿过了一个海浪。只要遇到越不过的大浪，他就赶紧拉起铁皮做的船帆，那双希望的翅膀格外显目。事实证明，汤姆做的木筏足够坚固，借助海风的力量，他们成功越过了大浪，来到了相对平静的海面。渐渐的，汤姆越走越远，望着生活过的地方，他的眼里噙满泪水，回想着在小岛上经历的一切。此时他竟对这个地方有些留恋了，但他却并没有停下手里的船桨。夕阳下，他与威尔逊已重新燃起希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汤姆饿了直接就在海里插鱼，渴了就接天然的雨水饮用，甚至在夜晚时分，还有捕鲸为他保驾护航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晚上一场暴风雨突然来临，船帆瞬间被吹走了，他只能死死抱住木筏，避免自己也被吹走。第二天，捕鲸不断用水滋醒了昏迷中的汤姆，然而醒来的汤姆却发现威尔森不见了，他焦急万分地呼喊威尔森，好在威尔森就在不远处。汤姆赶紧跳下水里，把木筏捆绑在身上，然后朝威尔森游了过去。可是绳子太短，再加上他这时体力不支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威尔森离开。只是一瞬间，汤姆感觉失去了一切，他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。任凭自己再怎么与大自然抗衡斗争，最终都是徒劳的。没有了船帆，没有了朋友的陪伴，他放弃了挣扎，躺在木筏上就这样漂流着。也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捕鲸又滋了他一脸的海水。但也就在这时，汤姆突然听见有船的引擎声，他赶紧挥手求救。货轮上的船员也正好看见了汤姆。历经1500天，他终于得救了。可当汤姆回到现代城市后，这才发现未婚妻早已结婚生子。事实证明，这1500天足以改变很多东西。